聽說了嗎？謝國公府府家的大小姐招赘婿了，真的假的？国公府唯一的嫡女。嗨，这你就不知道了。说是个落魄白丁。不对，是落魄秀才多才吧？他们连谢国没考虑啊，连秀秀都中不了赘婿，这图啥呀？谁知道呢？就指不定人家有什么过人之處呢。等等，这就拜完堂了，我真成亲了。哎呦，姑爷大喜的日子，您跟小姐那是天作之合，百年好合啊！哎，娘子，你去哪儿啊？小姐跟接许是拜堂累着了，回房歇息了。新婚夜可不能让新娘一个人待着。对，流程我说。娘子，等等我。哎，娘子，开门啊！哪有新婚夜把新郎关门外的道理？这要是传出去，人家该说我这个赘婿当的太没排面了。我希望你有自己的身份，你我之间不过是权宜之计，绝无可能。等此事了结，我自会与你和离。合着结了婚不给碰，那我这婚不是结了个寂寞？姑爷，我劝您別亂來，我家小姐可是大宗師6層的修為。大宗師6層，什麼意思？很厲害？那當然，我家小姐一拳能打10個旋兒。然後呢？這有什麼了不起的？然後旋兒一拳就入5到10個，姑爺你是這樣的，一拳一個，再喘氣來。君子動口不動手，懂不懂？姑爺剛才不還要踹門嗎？我那是跟我娘子鬧着玩。說真的，我跟你家小姐都拜堂成親了，總不能連她長什麼樣子都不知道吧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那這赘婿我不當了，誰愛當誰當。進了我謝國公府的門，這由不得你。你很好，這次我就讓你任性一次，下不為例。軒兒，讓他進來。是小姐。娘子，你看這紅燭燒得正亮，良辰美景，咱們就算不洞房，坐下來聊聊天，培養感情總行吧？畢竟以後抬頭不見低頭見的，總不能一直跟仇人似的。這種話我不想重複第2遍。給我開。行，那我直說了，那我出去找別的女人，你不反對吧？隨便你，就算把整個青樓的姑娘都帶回府，我都不會眨一下眼。可以啊，思想這麼開明，我還以為你們世家小姐都要守着3從4德，1哭2鬧3上吊呢。你不是要掀蓋頭嗎？趕緊掀完了滾出去。急什麼？良辰美景總得慢慢品。夏荷縣倒是挺好看，就是脾氣太衝，可惜了。算了，沒意思。你什麼意思？沒什麼，就是突然覺得強扭的瓜不甜。既然娘子這麼不待見我，我也不湊這個熱鬧，省得礙你的眼。喂，小丫鬟，今晚我住哪兒？帶我過去。他這是什麼意思？回小姐，姑爺就撂了3個字，說沒意思。沒意思是什麼意思？小姐，依奴婢看，姑爺8成是為了昨兒您攔着他出府的事兒生氣了。他生氣與我何關？一個入贅的姑爺，難不成還要我8抬大轎哄着他？先給我削減他的月錢。他不是天天跟府裡小厮打聽外頭的風月場，想找別的女人嗎？沒錢，我看他怎麼找。那小姐，咱們給姑爺削減到多少合適啊？餓不死就行，多1個子兒都別給。好嘞，小姐，奴婢這就去賬房交代。老丈，領一下我這個月的月錢。姑爺，您這個月的月錢2000銀子，點點吧。啊，2000銀子？老丈，你沒跟我開玩笑吧？我可打聽清楚了，咱們府裡掃院子的粗使丫鬟，一個月錢都有1兩銀子，我一個姑爺就2000。姑爺，沒錯，就2000，這是咱們大小姐今早親自來交代的，小的只是按吩咐辦事。不是，我就問問，這2000銀子夠幹啥的？姑爺，您可別小瞧這2000銀子，拿去咱們府裡大廚房白面饅頭管夠，妥妥的饅頭自由。要是省着點，就這免費的鹹菜湯，能穩穩吃滿1個月。聽你這意思，我在府裡吃飯還要另外交錢？姑爺您真聰明，一猜就中。府裡主子們的膳食有分例，您的分例大小姐特意劃掉了，想吃就得自個兒掏腰包。這也太欺負人了，這謝家大小姐是真不拿我當人啊！哎，你收回去幹嘛？我沒說我不要。2000銀子怎麼了？蚊子小也是肉，不要白不要。小姐，都按您的吩咐辦了。姑爺在賬房差點沒跳起來，跟賬房先生掰扯了半天，最後攥着那2連銀子罵罵咧咧出府了，嘴裡還念叨着什麼黑心資本家，奴婢也聽不懂是啥意思，反正臉都氣紅了。活該，讓他天天想着往外跑。你派個人盯緊他，別讓他在外面那些不三不四的地方鬼混，敗壞了我的名聲。放心吧，小姐，奴婢已經安排人跟着了，他去哪兒都隨時回來報信。
就是你了。今天就让本公子见识见识，这古代的勾栏文化到底是什么名堂。哎，说你呢？大冷天还扇扇子的那个，站住！二位大哥，叫我？废话，就叫你。入场费100两银子，交了再进。啥？入场费100两？你们这是抢钱啊！我听说当朝一品大员1年俸禄才几百两，你这进个门就要100两？少废话！我们百花楼里来的全是达官显贵、世家公子，没钱就别想混进去。二位大哥，咱们商量一下，不收钱行不行？我会作诗啊，唐宋8大家的诗我倒背如流。你们花魁一落姑娘不就喜欢有才的公子吗？我现场给他做10手8手。一边去！前儿个新科状元郎来这儿作诗都被我们拦在外头了。我们这儿认银子不认诗，赶紧走，別擋着門口做生意。這不對吧？網上那些短劇都騙我，不是說穿越者做首詩就能橫掃勾欄院嗎？桃紅姐姐，這位公子，我們家小姐可不喜歡那些酸溜溜的詩詞。你們家小姐是哪位？連這都不知道？這位桃紅姐姐可是我們百花樓頭牌花魁一落姑娘的貼身大丫鬟。哦，失敬失敬，原來是桃紅小姐姐。敢問小姐姐，要怎麼樣才能見到你們家一落姑娘？我家小姐不愛詩詞歌賦，唯獨痴迷武道功法。除非你手裡有上品的武道功法，不然怕是沒機會見到她。武道功法？桃紅姐姐，您也太抬舉她了。就她一個文弱梳子，手無縛雞之力的，怎麼可能懂什麼武道功法？怕是連馬步都扎不穩。等等，小姐姐你先別走。公子還有事？誰說書生就不會武道功法了？哦，公子還真會。那是當然。你聽好了，我現在就傳你一部上乘武道功法。那公子不妨說說。我要傳你的這本功法，名叫百花訣。你說什麼？百花訣？是啊，百花訣。你這麼震驚幹什麼？你怎麼會知道百花訣？你管我怎麼知道的？你就說你想不想學完整版吧。就不勞公子傳授了。百花訣5層心法，我已經修習了10幾年，早已爛熟於心，倒背如流。哦，是嗎？你也會百花訣？可我知道的百花訣可是有6層。什麼？百花訣根本沒有第6層？不信是吧？那我跟你說說這第6層的開篇心法：天地玄黃，宇宙洪荒。等等，別念了。公子你繼續講，小聲一點，千萬別讓旁人聽見。把百花訣前5層的補全心法和第6層的內容一句一句講了出來。然後呢？第6層後面的心法呢？你快接着講啊！沒有見到一落姑娘之前，我是一句話也不會再多說的。這位公子，快，樓上雅間請。公子慢點走，小心台階。宁公子，您太厲害了！我家小姐真的連破3層。小聲點，別驚着你們家小姐。寧公子大恩，一落沒齒難忘。若非公子點破功法缺陷，贈與完善後的百花訣，我此生怕是都困在大宗師6層，難有寸進。好說好說。寧公子新婚燕爾，不在家中陪伴娘子，怎麼有興趣到我百花樓來？這不是聽說一落姑娘芳名遠揚，特意慕名而來嗎？是嗎？我可聽說謝家大小姐心高氣傲，看不起公子，不肯與公子圓房。這傳聞是真是假？一落姑娘哪裡得到的消息？我府裡的丫鬟嘴這麼碎，回頭就扣光他們月錢。寧公子莫怪，這是我百花樓的專屬渠道。放心，京都中其他人並不知曉此事。我可以明確告訴你，此事子虛烏有。好吧，此事屬實，我求求姑娘千萬不要往外說，我好歹也是個男人，要面子的。寧公子還真是風趣。就是謝家大小姐不識貨，根本看不出寧公子的通天本事。哎，不提他，喝酒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天塌了還是地陷了？慌慌張張的，成何體統？姑爺他去百花樓了。去就去唄，就憑他身上那點月錢，連2錢銀子都不到，怕是連百花樓的大門都進不去，頂多在門口看兩眼熱鬧。不是的，小姐，姑爺不僅進去了，還被那個花魁一落親自迎上樓，請到他的閨房裡去了。現在整個百花樓都傳遍了。什麼？那賤人敢？不對，一
洛是什么人？皇城双持双击，大宗师修为眼高于顶，多少世家公子王后互相求见一面都被他拒之门外，会主动请宁远。他宁远有什么值得他看重的？还是说他就是故意的？知道宁远是我的夫君，特意把人请过去，就是为了打我的脸，气我。宁公子，您慢点，当心摔着。好嘞，好嘞，小桃红放心，我酒量好得很，没醉。小桃红，今天谢谢你啊，还特意送我回来。公子说的哪里话？该是奴家謝謝公子才对。您给改的公公也连破了2层修为，这份大恩奴家一輩子都記着。嗨，小事一桩。对了，刚才喝酒忘了問，你平時沒事的時候都喜歡幹點什麼？奴家還有點喜歡睡懶覺。咱倆這愛好簡直一模一樣，有空咱們一起睡覺啊！喲，還知道回來啊？我還以為百花樓的溫柔鄉那麼舒服，一洛姑娘捨不得放你回來呢。看來她伺候男人的手段也不怎麼樣了。謝謝您誤會了，我家小姐不是那樣的人。閉嘴！這裡有你說話的份嗎？也敢在我謝國公府面前插嘴？你幹什麼？凶人家一個小姑娘幹什麼？她招你惹你了？喲，這才剛認識1天就知道護上了，護着一個百花樓的小丫鬟，看來是愛屋及烏，心疼你那一洛姑娘了。小桃紅，你先坐車回去吧。對了，記得幫我問問你家小姐喜不喜歡睡覺。萱兒，過來扶姑爺一把。小姐，看我幹什麼？讓你去你就去，不去就不去，磨磨蹭蹭的，你愛去不去？哦，那我不去了。你看他那副樣子，自己能走嗎？他要是摔死在府門口，明天全京都都要傳我謝運克夫，平白壞了我的名聲，我拿你是問。那我還是去吧。姑爺，您當心點兒，腳下有門檻。還是我們萱兒貼心，比你家那個冰塊臉小姐好多了。姑爺，你這喝的什麼酒啊？聞着香香甜甜的，一點都不臭，還帶着花香呢。這個呀叫百花蜜，一洛姑娘他們百花樓的寶貝，說是珍藏了好多年的。什麼？百花蜜？那可是百花樓的鎮樓佳釀啊！聽說千金難買一壇，不僅好喝，還能輔助修煉，好多王公貴族擠破頭都喝不到一口呢。你到底安的什麼心連累出來給他？瘋了不成？嗨，千金難買又怎麼樣？你姑爺我去了，一洛姑娘直接搬了一整壇出來，讓我隨便喝，管夠。萱兒長這麼大，還沒見過百花樓是什麼樣子呢。沒問題，包在姑爺身上。下次去我肯定帶上你，讓你也嘗嘗那百花蜜。姑爺你最好了，萱兒就知道姑爺最疼人了。終於找到借口，趁着醉意上心頭，表達我所有感受。姑爺，你唱的什麼呀？好好聽啊，好好聽，調子也好好聽。我承認都是月亮惹的禍，那樣的月色太美，你太溫柔。姑爺你也太有才了吧，怎麼什麼都會啊？柔情似水，佳期如夢。天哪，姑爺，這詩也寫得太好了。柔情似水，佳期如夢，也太有感覺了。金風玉露一相逢，跟一洛待了一晚上就學會這些風花雪月了。以前連首完整的詩都背不出來，現在倒好，張口就是情情愛愛。萱兒，噓，小姐你別吵，姑爺正唱的好聽的地方呢。小姐，對不起，你有什麼吩咐？明天一早你就去給我查清楚，一洛那賤人到底為什麼會邀請寧遠進百花樓，為什麼會對他這麼好，事無巨細，全都要查清楚。你說你有點難追，想讓我知難而退，禮物不需挑最貴，只要香榭的落葉，擁有你就擁有全世界。小姐，你怎麼把姑爺打暈了？你家姑爺醉得不省人事，唱了一路，吵得全府都不得安寧，讓他睡一覺就好了。快扶他回偏院休息去。明明就是吃醋了，還嘴硬。萱兒，我剛才怎麼睡着了？我記得我明明是坐着歇口氣，怎麼就躺床上去了？也許是姑爺昨晚在百花樓累着了，困勁兒上來就不知不覺睡着了唄。也是，都後半夜了，確實該困了。別鋪了，別鋪了，我隨便滾2下就能睡。你也趕緊回房歇着去。小姑娘家熬多了夜，該長黑眼圈了。姑爺，你能不能跟萱兒說說，那一洛花魁好端端的為什麼單獨請你進她房間啊？那還用問？肯定是因為你姑爺我長得帥，風姿謝卓，
把人家花魁姑娘迷住了呗。可拉倒吧，别逗轩儿笑了。就您昨晚喝的东倒西歪，被人扶着回府的样子，人家花魁能图您帅，图您酒醒了会赖床啊？你管这叫什么话？我的意思是，有没有可能人家请你进去还有別的原因啊？比如找你幫什麼忙？絕對不可能。為什麼呀？姑爺怎麼這麼篤定？這不是明擺着嗎？你姑爺我除了這張帥得驚天動地的臉，一無所有啊！人家不圖我臉，還能圖我啥？圖我1個月2000銀子的月錢。咋了？不回房睡覺摸我臉做什麼？軒兒在想，姑爺你這臉皮咋個能那個厚哦？好啊，敢打去你家姑爺是吧？罰你2兩銀子，明早我醒了就來看到，自覺點交過來，不許賴賬。不要，就不！姑爺想訛我銀子，門兒都沒有。姓伊的，給我滾出來！喲，這不是謝大小姐嗎？都嫁為人妻了，脾氣還這麼火爆，難怪寧公子不想回你那國公府。我要是娶到你這樣3句話就炸沒的妻子，怕是也不敢回家吧？就是你說你有點難追，你在胡說八道什麼？好，姓伊的，我還真是西姑你的下線了，連勾搭有婦之夫的事情都做得出來，你這百花樓花魁的名聲，怕是不想要了。我沒有勾引寧遠，你別血口噴人。賤人，休要狡辯，分個高下，我咽不下這。沒興趣跟你打，現在自己退回去。看在寧遠的面子上，我不跟你計較，也不找你的麻煩。喲，不說這個還好，一說這個我更來氣，還看在寧遠的面子上。你們倆到底什麼關係？輪得到你看他的面子？本來天都會勾引這男人，他為什麼下三濫的手段都給我使出來？我看你更氣，敢勾搭上我的人。本來草狼忌言，既然你非要上趕着找抽，那本姑娘就成全你。怎麼會這麼快？你突破了大宗師9層，你怎麼會突破的這麼快？前陣子你明明跟我一樣，都是大宗師6層。如你所見，這還得多虧了寧公子。要不是寧公子的指點，妾身想突破到如今的境界，恐怕還得再熬3年呢。什麼？寧遠他竟然真的是他幫的你？姑爺，你醒啦！快，我打了熱水，我來幫你洗漱。喲，今天太陽打西邊出來了，你怎麼跑我這兒來了？不用去侍候你家小姐嗎？小心她扣你月錢。是小姐特意讓我過來的，讓我好伺候姑爺洗漱。哦，她是良心發現，打算讓你以後專門給我當丫鬟。姑爺，你想多了，就今天1天而已。哦，也是，我就是一個小小的贅婿而已，怎麼敢設想有專門的丫鬟伺候？姑爺，你有點茶了。什麼意思？你怎麼知道茶這個詞的？你偷偷看我藏來的畫本啊？我是說，今天廚房做了新的點心，還有剛沏好的茶，是我特意去廚房給你拿的。我還以為你這小丫頭偷偷學了什麼新詞來懟我。哎，軒兒，你今天怎麼回事？走路都帶風，撿到銀子了，正好。昨天罰你的2兩銀子，趕緊交一下。才不要！姑爺就知道訛我銀子。那你這麼高興幹什麼？中了頭彩了？姑爺，你不知道嗎？府裡特意京城最好的裁縫，每個人都能做新衣服呢。不光有常穿的裙子，還有冬天的大氅、春天的襯裙，裡外都有。12套，不愧是謝國公府，果然家大業大。要量尺寸是吧？那我什麼時候過去量？總不能讓人家裁縫等我。怎麼了？脸和被霜打的青紫的茄子似的。紫薇哥，小姐說，呼天天影，你在百花樓有那麼多貼心人，想來是不缺衣服穿的，就不用浪費府裡的布料了。小姐，我都打聽到了，姑爺昨天晚上進了一落花魁的房間，待了不到半個時辰，百花樓裡就傳出了突破的動靜，動靜還不小，半個南街都能感覺到。雖然百花樓的人特意封了消息，不讓往外說，但我還是從相熟的小姐妹那裡打聽到了。現在整個百花樓都在傳，說多虧了寧姑爺的指點，他們才能這麼順利突破。昨天晚上樓裡還擺了慶功酒呢。什麼？竟然還有這種事情！你去把寧遠給我叫過來，我要當面問他。算了，我親自去找他，我倒要看看他到底還有多少事瞞着我。哎呦，稀客啊！娘子今天怎麼有空屈尊降貴來看我這個小小的贅婿了？我來找你問點事情。有事情找我，都不願叫我一聲夫君。寧遠，我勸你搞清楚你自己的身份。說吧，找我什麼事兒？有事趕緊說，我等會兒要去廚房吃飯，去晚了連涼饅頭都沒我的份兒。一洛那賤人已經突破到大宗師9層了，這件事你知道嗎？我知道，但他不是賤人。是你幫他的忙？你猜對了，確實有我提供的一點點助力，不多，也就隨手指點了2句而已。你到底是怎麼做到的？問完了沒有？問完了就走吧，我這小破院子可留不住你這位大小姐，更沒準備你的飯。姑爺，你不要這樣跟小姐說話，小姐再怎麼說也是你的妻子啊。那我要怎麼說話？跪着跟她說話？小姐是你的妻子，你本來就对小姐客氣一點。妻子？有新婚夜就把自己丈夫趕到偏院不讓同房的妻子嗎？有成聘1個月從來沒跟自己丈夫同桌吃過1頓飯的妻子嗎？夠了，你給我搞清楚，現在只是我們謝家的赘婿，沒資格對我大呼小叫。赘婿難道就沒有人權了嗎？你們府裡吃飯從來沒人叫我，這次過年做新衣直接把我排除在外，1個月就給我2000銀子的月錢，連府裡看門的大爺都比我多。你說那假的？全京城哪家的赘婿當得像我這麼憋屈？我不管，這日子我過夠了。
我要和离。姑爷，你可想清楚啊！和离之后你住哪里？你吃什么喝什么？姑爷，虽然咱们小姐没跟你圆房，也没跟你同桌吃过饭，没给你做新衣服，1个月还只给你2000银子，总的来说，咱们小姐对你还是很不错的啊。你听听你说的，这是人话。不会说话可以不说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你和离之后，但有一点他说的没错。据我調查，你在京城無親無故，根本沒有去。對啊，姑爺，你要是離開謝家，除了住在百花樓，你還能住哪裡？你要是住在百花樓，每天就只能喝喝茶，聽聽小曲兒，看看那群鶯鶯燕燕跳跳舞，想吃什麼點心都有人給你送，想睡到什麼時候就睡到什麼時候，沒人擬人給你氣受。姑爺，你怎麼眼神越來越亮了？你給我閉嘴！再說話就回房去。我住哪裡，就不勞你這位大小姐操心了。10萬兩的銀票，見過沒有？ 10萬兩，姑爺，你這銀票哪裡來的？會是撿的吧？什麼撿的？這是一洛姑娘誠心誠意送給我的謝禮。等我跟你家小姐和離之後，我就用這10萬兩，在京城最繁華的地段買一處帶花園的大宅子，再找幾個像軒兒你這樣溫柔的小丫鬟，每天吃香的喝辣的，這小日子不得美得冒泡？姑爺，你還能找到像軒兒這麼可愛、這麼能幹的丫鬟嗎？別說，你還真別說，想找個像你這麼蠢萌，還會幫着我懟自家小姐的丫鬟，你還真挺難的。要不這樣，等我和離了，你跟着姑爺我混怎麼樣？不行的，小姐對軒兒這麼好，我不能背叛小姐。哎，謝月，別走啊，趕緊回去準備和離書，國公府的東西我1分不要。對了，那2000銀子我也雙倍還你。對了，順便把我這幾個月的加班費、精神損失費結一下，我就不跟你多要了，給個100兩意思意思就行。 他開始收拾行李了嗎？小姐，您這都問第8遍了，誰啊？您說姑爺呀，他能有什麼行李？這幾天除了追着您提和離，房門都沒怎麼出，連件新衣裳都沒添過。娘子，今天天氣不錯，天朗氣清，惠風和長，最適合辦正事。要和離嗎？寧遠，你再從樹叢裡跳出來嚇我，我就把你掛在這棵槐樹上，吹一下午冷風。掛樹可以，先把和離書添了唄。 簽完我任你掛。娘子看書要勞逸結合，久坐傷腰，不如我們去把和離辦了，就當出門散心放鬆吧。這書房的書架下個月就得被你拆了。拆書架是小，和離是大啊，娘子，這事兒不解決，我吃飯都不香。姑爺，這真的不能進去，裡面是小姐沐浴的地方，男女授受不親，您再闖，我就真把您扔出去了。親，我們和離吧。真的不配擁有你，簽了字我立馬消失，絕不看你。小姐，我們又繞路了，再繞就到柴房了。您的書房在另一邊呢。閉嘴，總比被他追着提一下半天和離強。小姐，您天天躲着姑爺，是不是捨不得跟他和離啊？我不是捨不得跟他和離，只是如今剛剛大婚就鬧和離，滿京都的眼睛都看着，謝國公府的臉面往哪兒放？就算要和離，起碼也要再過些時候。哦，原來是這樣啊，我還以為小姐是姑爺天天追着您，挺有意思的呢。再多說一句，這個月的月錢全扣了。軒兒，我覺得我們不能再這麼墮落下去了。姑爺，你想幹嘛？剛剛樓裡的姐姐們陪你喝酒划拳，你不是挺開心的嗎？我決定了，我要練武。姑爺，你為什麼突然想練武啊？剛剛玩得不開心嗎？沒有不開心，只是我突然開悟了。這百花樓裡面的佳人，就算看100遍，她也不是我的。如果一招武功我練100遍，那她就是我的。練得多了，我就能變成武道高手。不一定哦，姑爺。軒兒，你怎麼回事？怎麼還打擊起姑爺我的信心了？別人不相信我就算了，你可是我的頭號心腹。如果是別人說這話，那是沒問題的。但如果是姑爺你……姑爺我怎麼了？我可是天選之子。軒兒早就幫姑爺查看過武道資質了。姑爺你沒有武道天賦，經脈堵得比京都大街的石板路還嚴實，就算再怎麼努力，也無法成為武者。姑爺，你跑什麼呀？等等我啊！娘子，江湖救急。你是大宗師，全京都最頂尖的高手，你快幫我看看，我還有機會練武嗎？寧遠，你天生就是讀書的料。姑爺，有救了！軒兒找到可以讓你練武的辦法了。什麼辦法？快說，靠譜嗎？書上說了，只要由宗師境以上的強者用武道真氣日夜滌護身體，就能強行改善武道資質，從而開啟武道天賦。就是需要的時間久一點，5年、10年都說不準。先不說哪裡找宗師境以上的強者，就算能找到，人家憑什麼耗費10年功力幫我？我跟人家非親非故的。姑爺，軒兒就是宗師啊！以後軒兒每天都幫姑爺滌道經脈，一定幫姑爺開啟武道天賦。軒兒，我宣布，以後我跟你天下第一好，謝遜都得排第2。好啊，姑爺你坐好，
咱们这就開始。姑爺，萱兒不行了，真氣快耗光了，讓萱兒歇一會兒吧。你看看你，剛才還信誓旦旦說要幫我，結果半小時就不行了，說出去誰信你是宗師啊？姑爺的經脈太難通了，我已經用盡全力了嘛。姑爺，你幫我擦擦汗唄，我手都抬不起來了。身上有沒有汗？背上有一點。自己擦一擦。男女授受不親，我可是要和離的人，得注意分寸。醒醒，小懶貓，回你自己屋睡去。姑爺，怎麼了？很晚了，該睡覺了。回你屋睡，別在我這兒賴着。看路，別磕着桌角了，到時候又哭鼻子。真是個麻煩精，為了個練武，折騰得滿城風雨。也就這點能耐，還天天想着和離。3000兩，你們大小姐真的沒有忽悠我嗎？就這麼一件大刀，真的值3000兩？搶錢啊！姑爺，萱兒真的沒有忽悠你，這是大小姐特意讓雲景峰趕制的，用的是極北之地的雪殘線，風雪再大都透不進去，就算掉進冰菇裡都凍不透。京都的王爺們想訂都訂不到呢。我的10萬兩銀票剛捂熱乎就沒了3000兩，心疼死我了。還剩97000兩，萱兒加油，一定要幫姑爺守住錢袋子。你說什麼？風太大了沒聽見。沒什麼，姑爺，你穿這件衣服真帥，全京都就屬你最俊。是嗎？我也覺得挺合身的。這位大人，您說吧，要殺誰？讓大官貴人下到地痞流氓，我們兄妹倆就算豁出命，也給您辦得妥妥當當。什麼跟什麼殺誰了？我就是看你們快凍僵了，給點錢買件厚衣服，買點吃的，好好過冬。無功不受祿，大人您不給個目標，這錢我們不能要，5兩銀子夠殺一個普通商戶了。要是您想殺當官的，得加錢，但是我們也能。我誰也不殺，你們要是實在過意不去，就拿着錢，以後別在這雪地裡凍着。再提殺人，我就把銀子收回來了。謝大人，大人您是活菩薩，以後您但凡有吩咐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們絕不含糊。寧遠呢？他最近在忙什麼？有一段時間沒過來煩我了。姑爺最近招收了一批乞丐，好幾百人呢，天天圍着他轉。什麼？他招收幾百個乞丐幹什麼？具體的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那群乞丐整天都嚷着要為姑爺殺人賣命。京兆府已經派人查了好幾次了，沒把他抓起來。就是那群流民太感激了，天天圍着姑爺喊誓死效忠姑爺。他到底想幹什麼？好好的國公府姑爺不當，跑去開善堂。姑爺說要提前找好住處，免得被小姐您趕出去的時候沒地方去。哼，他倒還有先見之明。停！各位大姐、弟弟、妹妹們，冷靜一下！我開的是擅長，真的不需要大家殺人，也不赴湯蹈火。大人，您給我們吃的，給我們穿的，救了我們一家子的命。您要是有仇人，我們立馬就去把他腿打斷，絕不含糊。我沒仇人，我真的沒仇人。你們要是實在閒得慌，就去把街上的積雪掃乾淨，或者幫着隔壁的老阿婆挑挑水、劈劈柴。誰再提殺人打人，下個月的糧食就減飯。得，又1萬兩沒了，賺錢大計迫在眉睫啊！寧公子又來給我百花樓輸送人才了。這才幾天沒見，都成京都有名的大善人了。你不是前幾天跟我抱怨說年底客人多，後廚忙不過來嗎？給你找2個手腳麻利的幫工分擔一下，不用謝我。陶紅，安排一下。是，你們2個跟我來，我帶你們去後廚看看。寧公子，樓上請，我給你備了上好的青梅酒。寧公子，怎麼突然想起來給我送人了？我還以為你忙着開善堂，早就把我這小地方忘了。別提了，善堂就是個吞金獸，再不想辦法賺錢，我就得跟着流民一起喝西北風了。寧公子還會缺錢？謝國公府的家底夠你花幾輩子了，找謝大小姐要一點不就有了？別提我那媳婦兒了，她的不是我的，我跟她遲早要和離，總不能花人家的錢，到時候和離都抬不起頭。寧公子，最近我百花樓尋到一樣至寶，不知道你感不感興趣？什麼會至寶？要說來聽聽，我都感興趣。我觀寧公子武道天賦異途，極其廢物。我是被凡塵俗世耽誤的武道奇才，只是還沒找到開竅的法子。寧遠是這樣的。我百花閣最近找到一樣天才地寶——1000年雪蓮，此物能強行洗髓伐脈，讓人開啟武道天賦，並且在今後的修煉中一日千里，是無數人搶破頭的寶貝。拿來，這寶貝我要了。300萬兩白銀。你把我賣了都不值300萬兩，我全身上下加起來也就10萬兩不到，你這不是為難我嗎？當然知道你的家底，只是這機會難得。本來閣中的意思是將這株1000年雪蓮直接出售給皇室，是我硬留了下來。只要寧王你在3個月底能湊到300萬兩白銀，我可以做。你要這麼說的話，我不得不考慮。這是不會是我此生唯一一次能用武道天賦的機會？不能說唯一，但這樣的機會確實可遇不可求。這裡面是什麼？無事獻殷勤，非奸即盜啊！一落老闆，寧郎，這妾身攢了這麼多年的全部身家，大概120萬兩白銀，都給你。你瘋了？120萬兩？不行不行，這錢我不能要。就當我借你的，3個月後你湊夠了錢還我就行，1分錢利息都不要你的。銀子算我借你的，3個月後連本帶利還你，1分都不會少你的。
不還也沒關係的。又說那話，我宁如行得正，坐得端，借錢必還。宁宇，怎么了？耳朵凑过来，告诉你个秘密，别人都不知道的。什么秘密？快说。其实我很好追的。啊，你说啥？我说我很好追的，我怕你这个木头不知道。我先走了，3个月后我一定如数奉还，雪莲必须给我留着。姑爷，我们现在去哪儿？回府吗？回府，找个空院子，我们搞个大生意。什么生意啊，姑爷？能赚很多钱吗？那是自然，手搓航母是有点难度，但是弄点烈酒、白盐，搞点垄断生意，300万两，小意思。轩儿，你家小姐的休书到底什么时候能下来？要不你现在就去催催，我给你折10个新的纸飞机。我不敢，上次提了一句，小姐揪了我耳朵半炷香。姑爷，你就这么想被休啊？府里好吃好喝供着你，还有我给你端茶倒水，多好！什么瓜不甜，2个没感情的人绑在一起，你难受我也难受。姑爷，我偷偷跟你讲件事儿，你可别告诉小姐是我说的。什么事儿啊？神神秘秘的，还能是你家小姐偷偷藏私房钱了？才不是说北方发大水，好多流民都涌到京城来了。是吗？我昨天还去街上逛了，一个流民都没看见。那是因为小姐连夜下的令，把所有流民都收进谢家军了，用咱们府里的军饷养着呢。她什么时候这么菩萨心肠了？转性了？小姐本来就心善，姑爷你不也给平阳街口的乞丐送馒头吗？这就叫夫唱妇随。一边去，谁跟他夫唱妇随？姑爷，我要听你講功法，就講1刻鐘，講完我給你捶背。不好，我要睡覺。行吧，就給你講15分鐘，多1秒都不行。聽好了啊。好，姑爺是1刻鐘哦，不能少1秒。1刻鐘就是15分鐘，笨死。是嗎？我一直以為1刻鐘是半個時辰嘛。你還要不要聽？不聽我睡了。聽，我不說話了。小姐，你來了！哇，你也突破了，大宗師7層。我不是故意偷聽的，只是路過。無所謂，放1隻羊是放，放2隻也是放。你才是羊。謝韻，你可得加把勁兒啊！再不努力，軒兒的修為都要超過你了。到時候滿京城都知道謝家大小姐打不過自己的丫鬟，多丟人。是啊，小姐，我昨天剛突破宗師8層，再過幾天就9層了。閉嘴。說吧，今天來我這破院子有何貴幹？總不會真是路過吧？你不妨猜一猜。難道你終於把休書寫好了？休書，你腦子裡就只有休書是吧？休書的事以後再議。這次來是告訴你，我要陪女帝南巡3個月，你自己在家安分點。這樣啊？怎麼，捨不得我走？我是捨不得我的休書，你走了誰給我寫？北方災情嚴重，國庫空虛，女帝這次去江南，主要是收攏南方的財政。軒兒，我走之後，你給我看好你姑爺，不准他去百花樓，不准他夜不歸宿。啊，讓我看啊？不是你還有誰？我管不了姑爺的，上次他去百花樓，我攔都攔不住。你這蠢東西，你是宗師，他就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書生，你怎麼管不了他？說的你能管事？你說什麼？沒有，我說小姐放心，我一定寸步不離跟着姑爺，保證他連百花樓的門都摸不到。沒問題，小姐絕對放心，誰敢勾引姑爺，我把他扔出京城。行了，悄悄話講完了沒有？軒兒，咱們繼續講功法。至於你，沒事就坐會兒，忙的話就趕緊走，別耽誤我上課。不忙，我喝口茶再走。哎，你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我是想說那是我的杯子，我剛喝過。100、200、300萬兩，寧郎，你真的籌到了，還多了200萬兩。機操誤6。太好了，這樣你就可以洗髓伐脈，開啟武道修煉了。我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。說實話，我還真有點小期待。這就是我托人從西域買回來的千年雪蓮。寧郎，快服下吧，我在這裡為你護法，保證沒人打擾。好。姑爺不好了！怎麼了？慢慢說。女帝在江南遇襲了，小姐為了護駕，被刺客砍了好多刀，現在已經送回府裡了。太醫說小姐活不成了。我操，搞什麼搞這麼突然？不行，我得回去看看。一路，今天先這樣，我改天再來。哎，寧郎，還有事。千年雪蓮有生死人肉白骨的功效，對謝小姐的傷勢或許有用。知道了。軒兒，你慢點，我快被風吹成傻子了。不能慢，
小姐都快不行了，再慢就见不到最后一面了。别哭了行不行？你的眼淚都吹我臉上了，我還以為下雨了。我擦，怎麼還有鼻涕？哪有？姑爺，女帝也在裡面，就在小姐的房間。知道了。你就是谢韻的夫君寧遠吧？過來看看他最後一眼吧。你在這兒瞎咧咧什麼呢？什麼最後一眼？我家娘子好好的很，你說說你，怎麼這麼不小心？我特麼還等着你回來寫休書呢。你看你現在這樣，還提得動筆不？寧愛卿，節哀順變。我沒有哀，我只是肉疼。啊？肉疼什麼？也算是被你撈着了。老子剛花300萬兩白銀買的千年雪蓮，本來打算自己用來修煉的，現在全便宜你這個敗家娘們了。話說回來，你這算工傷吧？朝廷給報銷不？300萬兩，1分都不能少。千年雪蓮是真正的千雪蓮，陛下，谢将軍有救了。各位太医，這個雪蓮怎麼用？直接嚼嗎？不，寧公子需要搗成藥汁，兑溫水服下。我們來。夫君，我还以為再也見不到你了。哎，謝雲，你幹什麼？撒手！雖然咱們現在還是夫妻，但馬上就要和離了，男女授受不親，懂不懂？我不管，我就不撒手。你就是我的夫君，這輩子都是。我不是。你就是。如果你不是我夫君，你為什麼要花300萬兩救我？這個我必須解釋一下。我救你主要是怕你死了，別人說我克妻，那我以後還怎麼找媳婦兒？多影響我名聲。屁！你就是在乎我，你就是喜歡我，承認吧，寧遠。我沒有。謝雲，耍無賴是沒用的。我錯了，夫君，我以後再也不提和離了。我給你寫保證書。認錯也沒用。有用。撒嬌也沒用。不嘛。那個寧愛卿，300萬兩的報銷能不能打個折？朕最近手頭有點緊。